乌军摧毁罗斯托夫巨型弹药库，减缓俄军前线攻势。乌克兰特工在行动，烧毁俄军1600万美元的无人机仓库。朝鲜部队伤亡3000人，俄罗斯掩盖其数据和朝鲜兵身份。俄军装备消耗殆尽，红军村战况好转。俄军伤亡12580人，创下最高伤亡周。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正如火力军所言，乌军希望通过对俄罗斯腹地的打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从而换取北约更多的支持。俄罗斯频道证实，乌军对罗斯托夫州新切尔卡斯克市卡达莫夫斯基训练场发动密集打击，造成俄军一个大型弹药库被摧毁，发生巨大爆炸。当地居民表示，爆炸产生的大火和巨响持续了数个小时。这样的场景也曾在9月份发生过，当时俄军3个大型弹药库和其内储存的6万吨弹药被摧毁，分别是9月18日被摧毁的托罗佩茨弹药库，9月21日被摧毁的季霍列茨克弹药库和托罗佩茨的第2个弹药库。也是在那之后，俄军对乌克兰的空袭一度减弱，并影响到了前线俄军的攻势。而此次事件，俄罗斯官方目前尚未做出正式回应，该弹药库的详细规模和具体损失有待进一步澄清。需要注意的是，弹药库所在的新切尔卡斯克市距离前线战场仅230公里，又是在库拉霍沃作战的俄军第150摩托化步兵师的驻地。如今弹药库被摧毁，必然会影响其在前线的战斗。同一时刻，布良斯克州也遭到乌军无人机的空袭，目击者称听到了数起爆炸声，但俄方依旧坚称没有损失。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和无人机的交火。目前乌克兰方面暂未发表战场报告，但无论是罗斯托夫还是布良斯克，现在都成为了乌军重点打击地区，而且乌军频繁打击也让俄罗斯防空网不堪重负，逐渐失效。今后俄罗斯必然会遭受更多损失。另一方面，乌克兰特工的敌后行动也在持续。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12月23日报道称，乌军刚2度空袭完达达斯坦的首府喀山，紧接着又对当地阿拉布加区的一个无人机零部件仓库动手，直接一把火把俄罗斯扬了。报道称，仓库内65架沙希德无人机的机身和400组配套的发动机、导航系统等零部件全部被烧毁，俄军损失的总价值超过1600万美元。喀山这座城市有多重要呢？想必大家都清楚，今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就在喀山举办的，平时有不少重大国际会议在喀山举行。据俄罗斯官方资料显示，喀山常住人口约为125万，是俄罗斯最大的工业和金融中心之一。现在这里突然被袭，成了乌军无人机和乌克兰特工的重点打击对象。难怪普京震怒，扬言要让那些对俄罗斯进行破坏的国家付出数倍于此的代价。据乌克兰每日镜报报道，俄军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再次向乌克兰发射针术导弹。卡普斯京亚尔训练场上方空域也将在12月23日、24日和27日关闭。只不过以目前公开的针术导弹资料，火力军尚无法确认针术导弹是继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之后又一款俄罗斯神器，还是俄罗斯用于宣传的工具。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喀山等地遭到乌军无人机导弹袭击，俄罗斯难道不应该先增强俄罗斯防空力量吗？比如将部署在叙利亚的 S-400 防空系统调回国内，反而选择以暴制暴。但问题是，从俄乌全面战争开始，俄军就对乌克兰全境进行了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且不说如今乌军频繁打击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造成巨大压力，拦截效果越来越弱，只是普京是怎么确认只要给乌克兰造成更大破坏就能阻止乌军继续向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的呢？此外，在外贝加尔边疆区，俄罗斯2辆运输煤炭的列车相撞，造成42节车厢脱轨，物资洒满一地。随后2个方向的铁路线都被迫陷入停运状态，交通受到重大影响。目前俄罗斯紧急状况部正在现场展开救援，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不过在5天前，摩尔曼斯克的2辆火车也发生了冲撞，近期类似事件如此频发，相信应该不是凑巧。前线方向，红军村战况好转，俄军人员周伤亡创新高。库尔斯克方向，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朝联军的进攻，并对其造成惨重损失。如在克鲁格伦科，据23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包括第95旅在内的乌军击退了俄军增援排挤的机械化进攻。目前乌军正沿着附近公路线阻止俄军推进。在战斗期间，由于朝鲜部队总被安排成先锋，加上乌军使用大量集束弹药，导致朝鲜部队伤亡巨大，幸存者甚至拒绝战斗。如乌军第8特种作战团使用 FPV 无人机，在3天内清除了77名朝鲜士兵，造成40多人受伤，还摧毁了俄军12辆汽车设备、3辆越野车和1辆装甲战车。
值得注意的是 ，CNN 援引乌克兰特种部队的一份声明表示，他们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这些朝鲜士兵的军事身份证件被标注为图瓦人。泽连斯基也于12月23日表示，库尔斯克战场上已有3000多名朝鲜士兵伤亡。由此可见，俄罗斯正在不择手段地掩盖其在战场上的损失，并掩盖外国军队参战的事实。而且，俄罗斯已经不再提及收复库尔斯克的日期，足以显示该地区战斗的激烈。俄朝联军没有信心将乌军从这里赶出去。哈尔科夫方向，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罗曼诺夫中校12月23日表示，由于俄军装甲车辆短缺，其机械化攻势只能选择在夜间或在雨、雪、雾的掩护下进行。如俄军在第普奇方向集结5辆装甲车、8辆汽车、3辆滑板车，趁机向乌军第12亚速特战旅阵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结果半途遭到乌军无人机打击被击退，还损失了63名俄军士兵。库皮扬斯克方向12月23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俄军在扎格迪佐维南部沿279高速公路向乌军阵地发起加强迫击机械化攻势，结果被乌军空中侦察及时发现。随后，乌军出动无人机袭击了这支俄军装甲部队，摧毁了俄军2辆坦克和3辆 BMP 战车。车上的俄军士兵虽然弃车逃往林地，但仍没逃过被清除的命运。在格鲁什基夫卡北部，乌军还进行了反击。乌总参谋部报告显示，过去几天，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布雷维基旅、第92机械化旅无人机部队阿喀琉斯、第105边境分遣队以及卢甘斯克边境警卫队消灭了大约300名俄军士兵和装备。在顿涅茨克前线，乌军击退了俄军数轮大规模攻势，并进行了反击。西维尔斯克方向12月23日，一个作战的乌军旅发布录像显示，他们击退了俄军排挤机械化突击。托列茨克方向，俄军出动超过32辆装甲车，准备从郊区切入该市北部的乌军阵地，结果遭到乌军第12旅的阻击。战报显示，乌军第12旅在一番苦战后，击退了俄军3次进攻，共击毁俄军7辆装甲车和8辆汽车。红军村方向，乌军压力依旧巨大，但有了好转的迹象。其一是乌军援助到位，开始展开反击。如乌军第116旅将一支由9人组成的俄军突击小组诱入一条深约2米的战壕，用无人机、手榴弹和小型武器将其全部消灭。其二是俄军有些耗不起了。据悉，俄军事司令部似乎已将进攻红军村的任务交给了俄中央军区的第2和第41联合武装集团军，其中俄罗斯第2集团军负责红军村南部和东南部的攻势。只不过在12月中旬的2周时间里，俄军在红军村方向损失了约近3000人。作为先锋部队的俄第90坦克师遭受了重大的人员损失。在武器装备上，战争研究所报道称，俄军第90坦克师近期已经开始使用民用车辆进行攻击。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军也报告称，俄军在谢里杜河盗取民用车辆发动机械化突击。可见，伴随乌军不断袭击俄军前线和本土武器仓库，俄罗斯已经难以弥补装甲车损失，因此俄军可能会减缓对红军村的推进速度。其实，从2024年开始，俄军装甲车损失的不断增加，就已经影响到了前线的推进速度。一家专门追踪俄军装备的媒体12月22日表示，截至目前，俄军已经出动了其全部的 T90和大部分 T80坦克，虽然仍储存着部分 T72、T64、T55等坦克，但由于时间久远，一时之间无法部署这些旧坦克。俄罗斯第2集团军其他部队的进攻方向是红军村南部，从新特罗伊茨克向乌克兰因卡进攻。只不过，由于乌军的成功反击，目前只能在达钦斯克、舍甫琴科、维多纳斯一线活动。俄罗斯第41集团军负责红军村东部和东北部攻势，只不过从10月下旬开始，战斗的一直不温不火。如果俄军打算包围红军村，必然会对东北方向的辛埃科诺、米奇涅和罗金西克展开攻势。但截至目前，该方向俄军活跃度相对较低，加上夺取顿涅茨克州的其余部分一直都是俄军的长期目标之一。因此，俄军指挥部下一步很可能是优先考虑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边界推进，而不是包围红军村。库拉霍沃俄军也是如此，目前已不再进行正面进攻，而是试图切断乌克兰的地面交通线。大新希尔卡方向，俄军同样开始使用民用车冲锋。10月23日，乌克兰的霍提西亚集团军否认了俄军在马卡里夫卡包围乌军部队的报道，并表示乌军正在该地区继续防御。第聂伯罗方向10月23日，俄军试图以10人小队登陆第聂伯河三角洲的岛屿和第聂伯河西岸，但遭到乌军炮击，没有任何进展。乌克兰媒体12月23日报道称，俄罗斯空降部队和第聂伯队指挥官米哈伊尔·特普林斯基上校正计划以4000名士兵攻击赫尔松，该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过去24小时，俄军新增损失1990人，而上周俄军人员损失达到12580人，创下自全面开战以来俄军伤亡最高周。要知道，苏联在阿富汗的9年战争中才损失了约15000名士兵，而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仅1周就达到了。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了如何在特朗普重回白宫之际能够继续支持乌克兰。在会议期间有一段小插曲，波兰总统杜达表示，希望欧盟能够没收目前冻结俄罗斯价值约2600亿欧元的资产，并将其用于支援乌克兰。随后，这一提议受到英美支持，但是受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反对，其中德国总理舒尔茨更是表现得非常恼火。实际上，自乌俄战争爆发后，德国与波兰就一直冲在反俄第一线。那么，为何在杜达提出这个建议后，舒尔茨的反应为啥会这么大呢？从客观角度来讲，德国的援乌力度仅次于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乌克兰在欧洲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本月初的时候，舒尔茨还亲自跑了一趟乌克兰，并宣布会在月底前再向其提供一批价值6.5亿欧元的武器。因此，舒尔茨并不反对援乌，他担心的可能是使用俄罗斯资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前，俄罗斯曾多次强调，如果欧洲国家没收俄罗斯资产，将会对其实施对等报复。一旦真的将俄罗斯逼急了，那么其报复行动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欧洲金融市场，而以目前德国的经济状况，可能经不起这样的大风大浪了。对此，对于欧洲国家而言，通过使用冻结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收益来支持乌克兰，已成为当前的共识。而在今年7月，7国集团和欧盟领袖也同意利用这些利益为乌克兰提供贷款。继续回到特朗普的话题上，当他正式上台之后，在处理乌俄战争方面无非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继续军援乌克兰，这也是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另一种则是停止援助乌克兰。这样一来的话，乌克兰想在乌俄战争中获胜，就只能依靠欧洲国家了。好在目前已有多个欧洲国家明确表态，只要乌克兰继续打下去，他们就会一直支持乌克兰。在这些支持乌克兰的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波兰。自乌俄战争伊始，波兰就是最早援助乌克兰的国家之一。据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表示，当时就向乌克兰援助了16亿美元的军备，包括240辆坦克、100辆装甲车、大量导弹系统、步枪、弹药等。而那个时候，美国还未开始援助。截至今年，波兰已向乌克兰提供了44个军援计划。在所参与援助的乌克兰国家中，波兰是援助金额占 GDP 最高的国家，约占 GDP 的 4.91%。此外，据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表示，预计明年的援乌金额将提高至该国 GDP 的 5%。与此同时，波兰又向乌克兰交付了3架直升机，包括2架米8、1架贝尔412。这种援乌的方式几乎可以称之为掏空加敌视。总而言之，凡是有利于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行动，波兰大多都会挺身而出。比如美国要援乌爱国者防空导弹，但乌军缺少合格的导弹操作手，波兰则立即表示，正从滞留在波兰的乌克兰人里选拔训练士兵回乌参战。更有消息人士称，如果不是碍于北约成员国，波兰可能就要亲自下场了。除波兰这种国家级的援助外，欧洲民众也在自发努力为乌克兰提供帮助。据 RBC 乌克兰报道，捷克民众正在筹款购买一架黑鹰直升机送给乌克兰军情总局，目前已经筹措了超过200万美元，而购买一架二手黑鹰也只需要花费300万美元。报道还称，已知乌克兰军情总局至少拥有1架黑鹰直升机，而这架黑鹰同样也是二手机，主要运送特种部队执行秘密任务，因此对乌克兰而言，该架直升机具有相当重要的作战意义。当然，也不是所有欧洲国家都支持乌克兰。12月22日，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访问了俄罗斯，并与普京进行了会晤。按照菲佐的说法，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普京讨论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等问题，且在出发前，他已经将行程的目的告知欧盟。与此前欧尔班擅自访问俄罗斯不一样，可即便如此，菲佐依然遭受众议，其中斯洛伐克国内的一个政党更是称菲佐会见普京是一种背叛行为。据海军新闻报道，越南在该国防务战中推出了首款岸基反舰导弹系统，代号为 VCS-01， 其拥有5种作业车，分别为 VLV-01 导弹发射车、VTRV-01 运输和装弹车、VTIV-01 技术检查车、VTAR-1 目标捕获雷达车以及 VCPV-01 指挥车。此外，该系统的核心为 VSM-01A 反舰导弹，其中代号里的 VSM 代表越南反舰之意， 01A 则属于编号，因此这也是越南首款国产反舰导弹。其长约5米，重约600公斤，速度接近音速，最大射程约80公里。目前这款导弹已部署于越南海军，后续将逐步取代该国现役的 P-15、P-20 反舰导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已无法向印度提供足够数量的石油，例如印度石油公司、巴拉特石油公司和印度斯坦石油公司
此前要求俄罗斯向其提供所需的600万桶石油，但俄罗斯目前已降低供应量。至于降供的原因，俄罗斯则并未进行公开。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俄罗斯的石油公司和印度的石油公司大多存在长期的交易合同，目前俄罗斯方面正在向印度施压，要求其根据长期合同自行解决石油供应问题。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在11月份，俄罗斯对印度的石油供应量已降至每天152万桶，为过去3个季度以来的最低值，与10月相比下降了13%。而从中东到印度的石油供应量则达到每天228万桶，比上个月增长10.8%。截至目前，俄罗斯在印度石油进口总额中的份额已下降到32%，而中东国家的份额则上升到48%。因此，从数据上看，印度正在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在能源贸易上已经捉襟见肘。随着以色列和美英联军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后，也门政府似乎看到了能够清除胡塞武装的机会，目前也向其发起猛攻。据24媒体报道，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已宣布向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进兵，战斗率先在也门北部的塔伊兹一带打响。目前，也门部队也在该地区与胡塞武装展开激战。与此同时，沙特的炮兵也开始声援南方过渡委员会，并在边境处向也门北部的胡塞武装进行了密集打击。据地面观察团在前线发回的报告称，炮击的程度相当猛烈，目前战事还在持续进行中。总而言之，胡塞武装目前正遭受多方打击。至于也门政府能否趁势收复萨那并驱逐胡塞武装，已成为中东地区的又一焦点。预计接下来各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据白宫消息，12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该国军费支出提升至约8950亿美元，以用于提升现役士兵工资，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支出，并授权美军与以色列军队拓展联合军事演习等。与此同时，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该国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与洛马公司达成新协议，将增购145架 F-35战机，总价值约118亿美元，预计于2027年6月交付。此外，美国国防部也与雷神公司签署了一项新合约，采购第11批次 GBU-53B 炸弹以及完整的武器系统与运输器材，总价值约2.823亿美元。生产工作将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工厂进行，预计于2029年3月完成交付。GBU-53B 炸弹是一款尖端精准导引炸弹，长1.75米，弹头重量47.6公斤，可挂载于 F-15E、F-35超级大黄蜂等多种战机。对固定目标的最大射程可达110公里，对移动目标则为72公里。此外，由于其采用多重导引系统，包括毫米波主动雷达、半主动激光导引、红外线导引、GPS 辅助惯性导航，以及加密数据链路，能在复杂电站环境中精准打击目标，可确保美军的火力优势。根据媒体报道，荷兰计划于明年投入5000万至2.5亿欧元，为士兵配备单兵反无人机装备，主要包括射频传感器，用于提供早期预警信号；便携式干扰器，用于切断无人机信号；光电瞄准装置，以提升士兵使用个人武器、对付小型无人机的命中率等。预计首批装备将在数个月内交付，并优先供应给驻守北约东部边界的部队，以应对俄罗斯无人机威胁。后续装备则会陆续交付，预计在2028年实现全面配备。除荷兰外，其他国家也在加强反无人机能力，例如比利时通过北约采购机构签署了便携式干扰器和传感器框架合约，德国与英国则着手采购光电瞄准装置。根据星条旗报与美国海军官方讯息，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宣布，美国第8艘星座级巡防舰将被命名为汉考克号。据悉，汉考克是美国为数不多有名的女性军官，她曾在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纽约造船厂，后来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成为美国海军预备役上尉。1946年晋升海军上校。1948年，她推动了女性武装部队整合法案，也是首批宣誓加入美国海军的8位女性军官之一。由于汉考克在服役期间为女性从军权益贡献甚多，是一名为后进铺平道路的开拓者，因此美国海军宣布新军舰命名为汉考克号。而星座级巡防舰，美国海军计划筹获20艘，以满足水面作战需求，
但截至目前，首舰星座号还在马里内特造船厂建造中，这第8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动工。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俄军会减缓红军村的推进速度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